大家好，我是萨利森，都等了很久对吧？我今天会完整的告诉大家如何在资本市场里面做空啊，因为我终于有实际的例子去分享我做空的策略。我4月的时候已经提醒大家可以去做空日元，而在前2周的时候，我在 IG 直接告诉大家，只要日元跌破绿色这一条，也就是上一次的支撑线，就可以再一次做空。那么很多的同学都回来报喜说几天就赚到1年的薪水，我恭喜他们。我也想告诉大家，很多人对我们投机者有一些误会，就是认为我们每天都要去盯盘，其实不然。我的偶像投机之父 Jess Livermore 老师就告诉我们，1年只需要抓住1-2个猎物，然后把1-2次交易做到极致，就可以把筹码翻倍。那当时也有很多人跟我说他们不懂做空日元，那么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真的把我之前的影片看完，然后融会贯通的话，你不懂做空日元，其实你可以做多美元嘛，对吧？都一样的，但这些都没有关系了，因为今天这部影片我会从头告诉大家什么是做空，金融巨鳄是怎么做空的。因为在这资本市场里面，你买进一样东西，你只能看涨，但大部分的金融巨鳄都是在卖空割韭菜的。如果你不懂跟着巨鳄去玩，也就是跟趋势作对，那么你就会经常遇到被套牢的情况。很多人认为做空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，就好像我不懂游泳，我也不想去学习游泳，所以我就觉得游泳很危险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下定决心去学，其实游泳也是一个保命的技能。所以这部影片的最后，我决定公开我本人这次布局做空比特币和日元的策略。那么错过了上几次机会的兄弟姐妹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只要美元一直升息，只要日元继续的印钱，维持低利率，也就是日本主动让自己的货币贬值，那么我们都还是有机会去做空日元赚钱的。尤其是金融危机真的完全爆发的时候，我们会赚得更多。所以你预期今天的内容会非常详细丰富，如果点赞为我撑腰的人足够多，以后机会来临的时候，我会做更多这类型的影片，反之我就会私下公开了。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一定要跟我连接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首先，很多人都是从电影和新闻了解到做空的，比如说那部大空头的电影，做空次级债的，然后索罗斯做空英镑，混水基金做空瑞幸咖啡等等，就是你会发现货币、股票好像都能够做空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做空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平时看涨怎么赚钱啊？低买高卖嘛。比如说你买进一只股票，它涨了，你卖出去你就赚钱了，这叫做做多。那么我们看跌的话怎么赚钱呢？就是反过来嘛，先高卖再低买嘛。但做空这里面就会牵扯到一样东西，就是利息。什么意思呢？假如 Tesla 这只股票它现在是700块美金，然后你觉得它不行了，连这马斯克疯子都说 Tesla 的估值太高了，所以你认为它肯定要跌，你想要做空它，但是你手上又没有 Tesla 的股票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有一个在证券公司的人告诉你，你可以在他们那边介入 Tesla 的股票啊，因为他们的公司很大，他可以帮你找到愿意接触 Tesla 股票的人，前提是你借东西嘛，那你当然要付利息啊。这利息呢是浮动的，比如说5%好了，700块美金，也就是收你35块美金。那你觉得 OK， 你借了100股，也就是总价值7万美金的 Tesla 股票，利息的成本呢是3500美金。然后过了几天 Tesla 就真的跌到了350块，你觉得赚够了，那你就可以用350块把 Tesla 的100股买回来，然后把这总价值3万5美金的 Tesla 股票连同3500的利息成本还给证券公司，那么你在这次做空的交易里面就赚了31500块美金了。这就是做空股票最基本的一个流程。其实你做空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，比如说你看跌雨伞，那么你就可以找到卖伞的批发商，把雨伞先借给你拿去卖，你答应付他利息就好了，然后你就在下雨天的时候把雨伞都卖出去，过几天在晴天的时候呢，你再用低价把雨伞买回来，最后就是把雨伞和利息还给那个卖伞的批发商就好了。大家听懂了吗？所以任何的东西呢都可以做空。那为什么金融巨鳄都喜欢做空割韭菜呢？就是明明做空还有利息这成本啊，万一下跌的幅度小于利息成本，那我不但要白干，我还要亏钱啊。
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散户认为做空风险很大的原因，因为他们认为做空就跟买卖股票一样是很频繁的，而真正的金融巨鳄他们是做好一个局，然后等天时地利人和都到齐的时候呢，他们再透过做空把钱卷走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看透这个局，然后跟着这些金融巨鳄一起去操作，把这个局搞得更烂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都认识或者至少听过索罗斯吧，很多人都把他神化，说他可以洗劫一个国家的财富，其实他背后还有很多金融巨鳄跟他一起做局，只是其他人跟我一样不露脸，而他这人呢是比较喜欢出风头，所以大家才认识他而已。为什么我说金融危机离我们不远呢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。在金融危机之前，这位索罗斯就疯狂的在泰国不同的银行介入泰铢，偷偷的借钱，在市场上吸金筹码，准备来一波做空，用泰国的钱去圈走泰国的钱。那么索罗斯借到了几百亿的泰铢之后，他算了一下，发现泰国的外汇储备应该没有几百亿那么多。这里的外汇储备你可以理解为应急的资金，也就是当时泰国的现金流不够啊，那就干他啊。这时候1美元还可以换25的泰铢，索罗斯就把从泰国借回来的几百亿泰铢全换成美元，也就是所谓的大量的抛售泰铢。那么在市场上泰铢的供应越来越多，所以泰铢就越来越不值钱嘛。在短短的几个月内，当时1美元就已经可以兑换到差不多27的泰铢了。那是因为泰国政府还在防守，他们下令不让索罗斯还有其他的外国游资到泰国借钱，甚至把隔夜拆借的利息呢从1%提升到100%。同时啊，他们还找来了新加坡这联军，额外的投入了120亿的外汇储备。这个时候索罗斯还亏了3个亿美金。正当泰国政府以为自己打赢了胜仗的时候呢，其实这只是索罗斯在暴风雨之前给你的平静，因为这次他已经摸到了泰国政府的底牌，也就是他们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大概只有300亿美金左右，不然也不需要找援军，对吧？索罗斯发现原来你的钱不够我多啊，那么他已经做到了孙子兵法最高的境界，也就是不战而胜。他利用杠杆调动了上千亿的资金，在股票、外汇还有期货3大市场去大举做空。我1000亿打你几百亿，闭着眼都能赢啊！但这还不够，为什么做空可以引发市场的崩盘啊？因为这些金融巨鳄不但借了财，他还借了势。他抛售了上千亿的资金，这个动能呢就会引发更大的动能，就是泰国的老百姓坐不住了。当时的媒体有2种声音，第一是华尔街的那些大佬告诉你，泰铢一定会大幅度的贬值啊，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来对抗这些外汇的挤兑。第二是泰国的政府告诉你，我们有足够的外汇储备，大家不要慌啊，我们能搞定。那么这时候的你会相信政府还是华尔街呢？其实无论你相信谁，结果都一样，就跟股票一样，股价一直跌，触碰到你的止损，你还是得卖出啊。更何况什么是散户，就是他们会非常的恐慌，他们只会相信他们所看到的，也就是泰铢的贬值，所以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去抛售，把泰铢换成美元。那泰国政府能救哪一个市场吗？你救得了外汇，救不了股票，你救得了股票，也救不了期货啊。甚至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投机者加入一起去做空。所以过了2个月左右吧，泰国政府弹尽粮绝，他们最后只有实行浮动的汇率，也就是说政府不再管这个汇率的浮动，任由它在自由市场升跌。那么结果就是泰铢在1天内直接贬值了20%。刚才不是说几个月前还1美元换25泰铢吗？现在是1美元换50泰铢了。也就是说，以前我在泰国买一套房子可能要30万美金，现在15万美金就能够买到了。那么之后可想而知，资本家剪完羊毛了，就是大手的买入资产。我就不多说了，泰国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自己辛辛苦苦过去制造业累积的外汇储备，一夜之间被华尔街洗劫一空了，所有的老百姓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世界能保护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其实2022年已经过了一半了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上班和工作的区别。上班是为别人干活，就是很多人跟我抱怨自己牺牲了更吓人的时间，每天加班，到头来钱还是老板的，就是因为你在上班，但你却以为自己在工作。
而且当你组建了家庭，也就更不能摆脱上班这无限的轮回了。而做销售的你要跪舔客户的，最后还是连产品都卖不出去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跟我的思想连接，走进我为你准备的免费指导课，我直接在里面告诉你我做任何项目的3个商业机密。毫不夸张的讲，哪怕你从零开始，从副业开始，只要你听懂了，你就会瞬间开悟觉醒，走出这轮回。有这决心的兄弟姐妹，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连接免费报名，我们开始会考虑收费了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当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少呢？其实是因为他们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国债，去赚其他国家的利息，而这些都是中长期的投资，是不能立马变现的，是需要周期的，所以就造成了他们的流动性不足。但我想说的是，难道单凭索罗斯一个人就可以跟一个国家对抗，然后做空泰铢吗？他那大量的美金怎么来呢？泰国已经不借钱给他了，所以他的量子基金背后是谁？世界最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，还是摩根家族，还是整个美国？不管怎样，在我来看，他只是一个比较喜欢出风头的商人罢了。这些其实跟我无关，因为我们不能控制，对吧？我思考的是如何跟对这种大趋势，除了要保护自己的财富之外，我还要在这种危险里面找到赚钱的机会。所以现在我要公开我布局做空比特币和日元的思路。其实金融巨鳄的行为呢，虽然我们无法提前知道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图表里面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，然后配合我们自己投机的策略，去跟随他们的趋势赚钱。先说比特币，当时我在3月的时候发了一部影片，告诉大家比特币现在已经进入了第3阶段，准备踏入第4阶段。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，紫色的50天平均线已经跌破了黑色200天平均线，也就是说，首先我们是不能看涨比特币的，这点跟随我一段时间的兄弟姐妹应该很清楚。然后我告诉大家，比特币已经横向发展了，只要跌破了绿色这一条线，也就是$29,000的话，比特币就会崩盘。因为下一个支撑位在19000左右的这个位置，当时我告诉大家，这里面有$10,000左右的溢价。如果大家懂得反向操作，甚至利用衍生工具的杠杆去做空比特币，那么大家就可以瞬间的获利。那么我们看现实的情况如何？在6月10号的时候，比特币跌破了我说的这一条绿色支撑线，然后就一直下跌，直到我做这部影片的时候，也就是6月15号，依然还是下跌的。那么我的止赚位还是设置在黑色那一条线，也就是19000左右。那么这几天我也会去密切的留意比特币会不会出现大反弹的情况，如果有，我不会等到19000的时候才止赚，我可能就会提前的把利润放进口袋，因为目前已经可以锁定7-8千这溢价的利润。那么整个过程呢，也就是几天的时间。但如果下次反弹只是洗盘，也就是涨上去以后又跌回来的话，那么当比特币的价格再次的跌破这条黑色支撑线，也就是跌破了$19,000，这就会是我们下一个做空的机会，因为我们向下找一条支撑线已经到12000的位置，也就是这里面也有$7000左右的溢价。其实在跌破绿色这一条支撑线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机会去做空比特币，但我自己也错过了，所以我接下来讲的我自己没有操作过，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，如果你下一次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机会的出现。我刚才不是说比特币在横向发展吗？这代表了比特币买方和卖方在纠缠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要观察了，因为一旦其中一方赢了，放箱就会跑出来。我们看，我们在比特币价格的底部画一条趋势线，就是把它的价格的底部都连起来。那这一条趋势线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每一次比特币只要碰到这一条线就会反弹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作用，也就是说一旦比特币跌破了这一条线就没有支撑了，我们就可以做空比特币。我们看在5月5号这一天呢，比特币配合一根大的阴线跌破了这一条黄色趋势线，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的横向发展之后，卖方的实力还是比买方强啊。那么大家看，比特币的价格也因此一直下跌，在短短几天也跌了$10,000，直到跌到绿色这一条支撑线，也就是说$29,000的时候停了下来，然后横向发展。
那么我自己就错过了这$10,000的溢价，但其实没有关系的，只有比特币的价格跌破了这一条绿色支撑线，我们还是有了机会进场做空，我们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到不错的利润，所以我们投机者可以一年只看准一次的交易就可以去度假了。我自己做生意也一样，追求的是越懒惰赚的钱越多，而不是越努力到头来下用功了。你不做比你做了还好，因为你远离了正确的方向，就等于与真理越来越远。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的指导课，这次还可以让大家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免费报名啊！记着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先富起来，这样你才不至于把命交给别人。其实之前的那部影片已经交代得很清楚我对比特币的思路，长期看好，短期可以做空。所以我想多说说我做空日元的布局。大家看这图，首先之前的影片已经说过，当紫色的50天平均线跌破了20天平均线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可以暂时确定日元已经进入了第4阶段，也就是长期下跌的趋势。那虽然大家现在看回去好像还是一直下跌，但是我自己还不会在这里面做空，因为这对于我来说风险还不是非常的低，因为有机会出现洗盘的情况，我会等它先发展一段时间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突破口。什么叫做突破口呢？就是我们放大来看这2条黄色的下降通道，日元一直在这条下降的通道下面徘徊，它碰一下通道的底部，然后又反弹了，碰一下又反弹了，也就是说通道的底部这一条黄色的线就是一条非常强烈的支撑线。那么我就会设计一个计划，只要日元跌破这条下降通道的底部，也就是下面这一条黄色的支撑线，那么我就会自动的做空日元，然后把止损位设置在通道中间的这一条虚线，只要日元反弹到这条虚线，那么我就会自动的止损。那么整个计划我只需要承受最多 2.85% 的风险，因为我最多只会亏我本金的 2.85% 啊。那什么时候止赚呢？就是在红色这一条支撑线，这条线怎么来的呢？我们放远看，我只是把日元在07年和15年的底部用一条红线连起来，这条线这么多年都没有跌过，那么今年会不会跌破呢？我当时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就只好把这条线设置为止赚位，只要碰到这条线就可以获利离场。那么我的这个计划实际操作起来如何呢？我们看，在3月11号的时候，日元做了一条非常大的阴线，大力的跌破我的通道底部，这更是在告诉你这是一次买入的机会。不知道什么是 K 线的可以去重温我之前的影片，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日元就是一直下跌，直到在我这一条07和15年的支撑线才停了下来。在3月28号当天呢，出现了一条非常明显的下影线，也就是代表了在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抄底，也代表着非常强烈的支撑。那么也根据我当初设定的策略，就可以在这天止赚了，因为不知道之后日元会不会出现反弹，而且反弹的力度怎么样。但是我们还是依然的关注着日元，只要有机会跌破这条红线，我们都可以再一次做空。结果再过了一段时间，日元还真的跌破了，也就是代表了日元已经跌破了这么多年的底部。那么其实是可以做空的，但我没有，原因就是我当天有工作。如果你有做空的话，其实几天的利润也不错，你只需要留意大阴线的第2天是不是一条阳线，如果是的话，就建议止赚，因为很可能是反弹。你看3月28号、4月19号还有4月28号都出现了大阴线，在下跌趋势的时候出现大阴线，就是要告诉你下跌过急，太多的人恐慌性的抛售了。如果第2天出现的是阳线，就代表有一些人开始抄底，此时就有可能出现反弹。所以一般做空的话，如果出现大阴线，就是给我们一个警告。如果第2天出现阳线，那么我们就会止赚。这些都是基本功啊，你听不懂的一定要去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们都是很多的指标配合的。那么当日元反弹到紫色50天平均线，这时候它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，它就会很大机会掉头。这时候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做空机会，因为这等同于抄底嘛。但是当天的新闻说了，美国会继续的升息。如果你把我之前的影片融会贯通的话，你知道美国升息，日本一直维持着低利率的后果的话，那么日本的资金只会一直流出去美国，那么这时候就真的可以抄底。我们可以把止损设置到红色这一条之前的底部，
因为以前是支撑线，现在跌破了就是压力线。那么之后我再次在 IG 发了现实动态去提醒大家，只要日元再次跌破绿色这一条线，也就是之前小反弹的位置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做空。那么很多追随我很久的兄弟姐妹也跟着我去做了，我恭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赚到了很不错的利润。那么这里很多人就会问我怎么做空日元啊？其实做空日元跟做多美元是同一个意思啊。在外汇里面呢是双向交易，也就是说你做空日元就等于做多美元，就是你不仅卖出日元，你还买了美元啊。所以这跟股票有一点不一样，你做空其实不是在借贷，而是要先买入美元。也就是说做空外汇你不需要给利息，这也是玩外汇的好处。那么有的人看不惯在下跌的趋势操作，那么你就看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图嘛。我们看美元对日元其实就是反过来的嘛，下降通道变成上升的通道，也是在4月28号磨顶，也是在5月24号触碰到50天平均线，也是在6月6号破顶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反过来你不做空，就好像平时一样去做多就 OK 了。至于你怎么买卖，你就去找你的证券商问问，他们会教你，我只告诉大家大方向。那么之后有新的发展赚钱机会，我再分享给大家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玩的叫做投机，也就是拿自己一部分的钱，我的话是1/10，通过杠杆来跟随趋势交易，而不是把所有的钱拿去投机。哪怕是我也不会因为投机的回报率高，而且钱来得快，所以我就卖掉我所有的房子，然后把所有的本金拿去玩，这叫做赌博。我有一大笔的资金都是压在房地产和自己的生意上，并且我要让自己保持充足的现金流，才不怕出现当年跟泰铢一样的结果。所以投机只是我其中一个赚钱的方法。如果你跟我当年一样，想要白手起家的赚钱，在如今这互联网的时代，我更建议透过自媒体去崛起。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创业的年代，因为你可以跟其他明星一样，拥有自己的个人品牌。你做的影片只要越多人观看，也就代表了你的影响力就越大，那么你赚的钱就会越多，而且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本金。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一无所有，那么我就只需要一部电脑和一部手机，我就可以东山再起。我不需要找一个店面，然后做某一个地方的生意，我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啊！而且我赚的每一个100万都是利润，没有成本。这个年代流量为王，而 YouTube 就是一个充满着流量的大海，你只需要在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领域和事业，那么你就可以捞到很多的流量。哪怕你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，你都可以获得被动收入。那么这条路你可以选择自己去摸索，又或者你可以投资自己，找一个老师带着你去创业。那么我也推荐一下我们的创业商学院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白手起家，通过互联网去创业。我会在里面从零开始，去把所有我亲自实践过、验证过的数据和理论，总结为一个可以让你去复制的系统。我会直接告诉你有什么可以做，怎么做，包括怎么选题，怎么制作内容，怎么制作缩图等等，还有很多重要细节。最重要的是当中结合了我很多做生意的道语术，就算你不懂互联网，不懂设计，也没有接触过创业，你都可以学懂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。我们考虑在最近涨一次价，或者取消优惠，因为我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再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